冲过去，踏开他们的战线！主帅，那是什么重器？主帅，不是普通重器，是前面那黑色重车，谁造的？谁能造出这种东西？回主帅，是大晋新任国师柳墨寒。柳墨寒，那个3个月前还查无此人的柳墨寒。主帅，全军已经散了，再不撤，咱们就要被这黑色重车压住阵脚了。撤，全军撤退，再冲就是白白送命。今日这场仗，我记下了。天命昭昭，星辰有序，凶星已锁，国泰民安。你们快看，天上裂开一道大孔子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难不成是在拍古装戏？奇装异服，从天而降，还砸碎了凶星盘！天命星落啊！这是天命星落啊！天命星落！天命星落！这一个个的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哪儿来的大胆狂徒？给我把他拿下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都给我住手！皇上驾到，闲杂人等还不快跪！皇帝，我这是穿越了还是在做梦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柳墨寒，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平时就是个做实验的。做实验？简单说，就是把很小很小的东西撞到一块儿，然后看看会出什么结果。来人，把他给朕带回宫里去，朕要亲自审一审他。陛下，这人来历不明，带回宫里去，会不会有些不妥当啊？怎么，如今朕说的话也不管用了？父安，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完了完了，真穿越了！一来就把皇帝的宝贝给砸了，我这小命是不是保不住了？陛下，此人奇装异服，来历不明，又砸碎镇国凶星盘，分明是旁门作祟。依老臣看，应当立刻严加处置才是。等，老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什么妖人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从另一个地方来的。另一个地方？哪个地方？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？说了你们肯定也不信，反正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陛下，此人支支吾吾，说不清楚来历，分明是心里有鬼。臣请命将其严加处置，以正国法。喂，就说了2句话，这就要拿我问罪？你们古代人办事都这么简单粗暴的吗？这料子朕从来没见过，滑得像丝绸，可比在丝绸结实多了。那里面鼓鼓囊囊装的是什么东西？掏出来给朕看看。这是何物？朕从未见过这般精巧的小玩意儿。这东西叫圆珠笔，专门用来写字的，比毛笔方便多了。此人来历蹊跷，暂且收押天牢，容后再审。陛下，此人报，北燕先锋军已经渡过双河，7日之内就会兵临城下。诸位大人，北燕此番来势汹汹，以老夫之见，不如遣使议和。议和？割地赔款吗？老夫宁可守到最后，也不做那受制于人的软骨头。完了，我这穿越过来就赶上打仗。陛下，人给您带到了。坐下说话。我能坐？皇上面前坐着说话不犯规矩吗？朕让你坐你就坐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朕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说几句实话。大晋现在内忧外患，国库空虚，兵甲不足，北燕和西戎又在两面夹击，趁这个皇帝当得憋屈。你过来，听听外面是什么动静。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？北燕一路侵扰劫掠，他们的家没了，只能往京城跑。北燕那么多人，咱们守得住吗？守不守得住都得守，身后就是咱们的家，退一步就全完了。你从天而降，砸碎凶星盘，身上带着朕从没见过的东西。朕问你一句话，你可有救国之法？有一个。什么法子？你说。火药，我能给你们做火药。要做火药，需要几样关键材料，这些材料必须按安全流程处理，处理对了，就能产生强烈震响。关键材料，几样材料合在一起就能震响？老夫活了50年，从没听过这种事。陛下，此人信口开河，说的全是从未听过的怪话。臣以为
万万不可轻信。这不是什么怪法，这是科学，是化学反应，你懂不懂？哼，什么化学反应？从没听过这种说法。跟你解释不清楚，算了，你就等着看结果吧。朕意已决，命工部全力配合柳先生，所需材料一律照办，谁敢阻拦，军法处置。陛下，此事关乎国运，是否再斟酌斟酌？北燕7日后就要兵临城下，朕没有时间再斟酌了。许侍郎，你儿子许清远在工部当差，让他全程协助，出了差错找你算账。臣遵旨，这就去安排。这地方比我想的还要简陋啊，连个像样的设备都没有。这里是大晋最好的工坊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没什么不满意，我只是觉得这条路比我想的要难上100倍。你要是做不出来你说的那个火药，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你心里最好有个数。放心吧，许大人，我柳墨寒说能做，就一定能做出来。二位大人，硝石有300斤，木炭管够，就是硫磺嘛，就剩这么点儿了。前阵子打仗把库存都用光了，这点连1次试验都不够用，得想办法再弄点来。硫磺是药材，城里的药铺应该有存货，我派人出去挨家挨户收。光收还不够，纯度也很重要，杂质太多会影响效果，到时候可能根本用不上。纯度？那是个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说得明白点？就是越干净越好，里面掺的脏东西越少越好，杂质越少，效果越稳定。我这就去安排人手，天黑之前把硫磺给你凑齐。硝石、木炭、硫磺，这几样东西不能乱配，分量差一点都可能出问题，必须一点一点试。这样东西的分量不能乱，不能乱。我记住了，你说的那个化学反应我是听不懂，但这个分量规矩我能记得死死的。你这人还挺实在的，不像朝堂上那些人，光会耍嘴皮子。哼，我是为了大晋才配合你的，可不是为了你柳墨寒。许大人，硫磺收齐了，一共500斤，全堆在门口了。好，搬进来堆好，明天一早就开始试验。行，材料齐了，明天就看真章了。老周，你过来看着，一切按我说的来，不能凭经验改。刘公子放心，老汉我干了30年活，这点规矩记得住。那你来弄，我在旁边盯着。这东西怎么这么少？根基不稳啊！听说今天要试验火药，本公子特意来开开眼，看看你到底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所有人退到安全距离外，低身护住耳朵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炸？就这就是你说的能爆炸的火药？我看就是一堆烧火的柴，连个响都没有。老周，你是不是偷偷多加了硫磺？老汉我就是觉得根基不稳。怎么办？下一步怎么弄？材料成色不够，流程也被改了，得重新来，还得找更好的硝石。还重新来？你这是耍我们玩呢？陛下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苏公子，你就等着看吧。我再去找，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也要给你找到更好的硝石。老先生，我们想找最纯的硝石，您在这行干了一辈子，可知道哪里能找到？城外30里有座老矿山，山肚子里有个洞，洞壁上长着天然硝石，纯的跟血一样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这就去取。那地方不好去啊，山路难走不说，还靠近北燕赤叟的活动地盘，去了能不能回来都不好说。我去，我带人去取。我也去。硝子的成色得我亲眼看过才行。这马怎么这么颠？我的屁股快颠成2半了。你不会骑马啊？连马都不会骑？你那个地方的人平时怎么出门？我们那边出门都坐车，4个轮子的车，又快又稳，谁骑马啊？都别动，有人！保护柳先生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我去，真动刀子啊！快跟我走，往山洞那边冲！快，我们进山洞！就是他，成色很高，比城里那些好多了，能用就行。赶紧二挖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回去。刚才多谢你救我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就交代在那儿了。我是为了大晋才救你的，职责所在。行，为了大晋，那我就先谢谢大晋了。这次我亲自来弄，谁都不许碰，也不许在旁边指手画脚。还差多少？最后一项检查。好了，起活了。小锤，你过来。你跑得最快，也有相关经验。一会儿你负责远处安全出发，完成后立刻撤回安全区。
别回头。六公子，我害怕，上次那东西冒烟的时候，我就吓坏了。没事，相信我，完成安全出发，就立刻往回跑，别回头。又要出丑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次能弄出什么花样。这是什么？那黑乎乎的是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不会是铁矿吧？炸一下还能炸出铁矿来？好，刘墨寒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，这一下子解决了2个大难题。陛下，柳公子从天而降，造出火药，又发现铁矿，实乃我大晋之福，天命所归呀！这老头前2天不是还喊着要拿我问罪吗？这脸变得也太快了。朕决定册封柳墨寒为国师，赐国师府一座，享1品俸禄。等等，国师，让我当国师？怎么，你不乐意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太突然了。我一个搞实验的，突然变成国师，这跨度也太大了。国师大人，请您更衣。这身好像还挺帅，不对，好像还差点啥。父亲，那个柳墨寒来历不明，怎么能让他当国师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他能造火药，能找到铁矿，对大晋有用，这就够了。来历什么的不重要。可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从哪儿来的，我们一点都不清楚。万一他心怀不轨，那你就去好好盯着他，把他想危害大晋的路子都堵死了。儿子明白，这就去办。陛下，北燕先锋军已到城外30里，今早试探性进攻了一次。探头来报，明日一早会发起总攻。国师，你的火药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能派上用场吗？陛下已经准备好了，臣有个朕想惯的办法，用得好，可以打乱敌军战马。打乱战马？就凭响声，北燕的战马可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将军，这响声可不是普通的响，到时候您就知道厉害了。好，就按国师说的办，今晚连夜准备，明日一早在城头用。这已经是第15个了，还有多少？至少20个，多做几个备着。还有多久天亮？还有2个时辰，来得及吗？都看好了，这东西叫响雷，听我号令，一起投到城外空地，投完立刻低身，护住耳朵。国师，这东西真能管用？相信我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听我号令，扔！国师，做得好。陛下，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火药的威力，从没亲眼见过。原来真的能改变战局，真的能救人。怎么了？不高兴？不是，就是有点不真实。我一个天天泡实验室的，居然真的做到，这感觉还真是值了。国师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朕要重重赏你。怎么，国师不高兴？陛下，臣跟您说句实话，今天这响雷只能用这一次。什么？只能用一次？这么厉害的东西，怎么就只能用一次？今天北燕的马是被吓退的，不是被真正打散的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知道这东西主要靠响声，下回就不一定怕了。那国师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做真正能远距离压制敌军的家伙。火冲。火冲？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可以先理解成一件长管型远距离器械，它的作用是在远处形成压制，比普通弓箭更远，也更有震慑力。远距离压制敌军，这要是真做出来，那可了不得啊！国师，做这火铳需要什么？你尽管开口。3样东西：铁管、火药、弹丸。火药咱们有了，弹丸好办，最难的是铁管。铁管难在哪儿？铁管必须直，差一点弹丸就打偏，还得结实，里面一炸，劲儿大得很。又直又结实，这可不好办。全城的铁匠加起来，未必能打出几根。许景远，
即刻召集全城铁匠，全部听国师调遣。臣这就去办。国师，这次可比做火药难多了，你有几成把握？做出来之前，我也不敢说。但有一句话，我撂这儿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给你做出来。都看好了，咱们要打的就是这个，一根规整的铁管，形状、长短、轻重都得听我安排，不能凭老经验乱改。国师，就打一根空管子，这玩意儿能干啥用？老汉打了30年铁，从没打过这么个东西。这东西用处大着呢，打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国师，要不这头上给您加个龙头，打出来威风，瞧着也喜庆。不行，什么都不许加，多一点花样，重心就变，一点多余的东西都不能有。这国师讲究还挺多，一个铁管子比官印还金贵似的。老周，等这东西打出来，你就知道它真有那么金贵。国师，您看，打好了。老周，你这管子弯的能当拐杖使了。铁这东西烧红了软，一锤下去就走形，哪能您说直它就直啊？不行，太弯了，回炉重打。重打？国师，这一根就费了老汉半个时辰，您说重打就重打，这活没法干，要求太高了。都别吵，听我说一句，诸位都是大晋最好的铁匠，这事儿难，我知道，可这东西是打北燕用的，打出来了，城里的百姓就能多一分活路。7天了，打废了30多根，铁匠们都快撂挑子了。光靠锤子砸不行，得换个法子。先别想着一整根硬撑到底，换成分段矫正，每一段短一点，就更好控制。分段处理，这倒是个好法子。还有，连接处最要紧，那里不稳，试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。交给我，手最稳的是老周。成了，这根总算是直的了。好，这根行，老周你这手艺绝了。干了30年，总算打出个您点头的，可算成了一根。走，试枪去。国师，又是我，为啥每回试这玩意儿都是我？我上辈子是不是踩了您家门槛儿？因为你跑得快啊，听我号令，做完立刻跑到那边趴下就行。娘啊，差一点我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没伤着吧？哪儿疼？快说。没伤着，就是吓的。炸膛了，管壁还是扛不住，合缝的地方也没撑住，又失败了，这可咋整？失败正好告诉我哪儿不对，管壁加厚，合缝再加固，重来。问题出在2处，一是整体强度不够，2是连接处受力太集中。那怎么改？整体要更厚实，连接处也不能让一处硬扛，把力分开，才不容易再出问题。这老汉还真没试过，不过听着像那么回事。老周，就靠你了，慢工出细活，不急，咱们宁可慢，也不能再赌命。哟，国师大人，这都几天了？我听说光废铁就堆了30多根。你这是要把地下上的整座铁矿都给耗完了才肯罢休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吭声？还是说你自己也知道做不出来？苏公子，许清远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苏公子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败，做火药那会儿也败过，废过，最后不也成了？这远射器械要是做成了，北燕再来就不会那么轻松。眼下这点废铁算什么？好得很，你们一个国师一个主事，倒是站到一边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出来。行啊，许大人，什么时候开始帮我说话了？刚认识那会儿你可没这态度。我是为了大晋，省得他在这儿耽误干活。行，为了大晋，那我谢谢大晋。国师，
这回老汉使了12分的劲儿，管身更厚实，接口也按您说的改了，您瞧瞧。沉了不少，结实多了。就是他了，持枪。又是我，国师，要是这回再炸，您可得给我媳妇儿发一笔安家钱。放心，这回加固过了，别怕。你照规矩做完就赶紧跑。没炸，没炸，他没炸，我还活着！等等，弹丸呢？打哪儿去了？能打这么远是好事，可这准头问题也不小。我看的是正前方，他怎么偏到旁边去了？方向都偏了，这要是上了战场，可不能出这种偏差。找到了，里头不够顺，弹丸出去的时候被这些不平的地方一带，方向就歪了。那咋办？磨，把里头精修到足够顺，弹丸走得稳，方向才会稳。那么细一根管子要磨顺，这得磨到啥时候去啊？磨不顺就没准头，没准头这枪就是根烧火棍。老周，辛苦你们了，磨。磨了2天2夜了，老汉这胳膊都快不听使唤了。老周，你们这2天2夜没白熬，走，试枪。正中，打中了，准头有了！都看好了，今天先记安全规矩，规矩错一步就可能出大事。最要命的一条，任何时候都别把脸凑到枪口上去看。黑咕隆咚的，里头到底有啥？你干什么呢？再往里看一眼，今晚你就别想睡踏实了。可是我就是想看看里头黑不黑。这里头只要还有一点没处理干净的火星，砰一下就会出大事。记住，好奇害人。国师，你这一嗓子比写10遍军规都管用。哎，这帮人哪得吓，不吓他记不住。陛下，那日大晋城头突然炸响一片惊雷，短促火光和浓烟一起翻起来，战马受惊，弟兄们这才败退下来。惊雷，天上的雷，还能听他大晋调遣？我看是你们被几声响动吓破了胆，找个由头给自己遮羞罢了。主帅明鉴，那响声实在太大了，末将从军20年，从没听过那样的动静。故弄玄虚罢了。传我命令，先锋军原地休整，3日之后继续攻城。可是主帅，那惊雷怎么还想抗命？末将遵命。不过，一群只会守城的无能之辈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东西？来人，派几个机灵的斥头潜到京城附近去，给我看清楚，他们到底藏了什么花样。里头亮着灯，还有人，他们大半夜的在干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么远，一下子就把草人打烂了，隔着几10步，那要是打在甲胄上，不行，这事太大了，得赶紧回去报告主帅。主帅，大晋有怪东西，他们手里拿着一根铁管子，隔着几10步，一声响就能打散草靶和木桩。末将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铁管子，远处就能打散目标。先是惊雷，又是这远射铁管，短短半个月，大晋怎么冒出这么多没见过的东西？我听说大晋新进来了个国师，从天而降，那火药、铁矿都是他鼓捣出来的。传令下去，攻城的事暂缓。这个天降的国师，我得好好会一会。能做出这些东西的人，绝不能再让他安心替大晋出谋划策。国师，你快过来瞧瞧，北燕这回有点不对劲。有点意思，耳朵塞上了，马眼也蒙上了，看来他们吃一堑长一智，把响雷的底细摸清楚了。那咱们的响雷岂不是全白杀了？响雷是不管用了，不过咱们还有新家伙。许清源，火铳都到位了没有？12支全在这儿了，配套的东西也都按训练流程准备好了。火铳手全部上墙，记住之前练的，瞄准了再打，听我口令。
真能压住前排，这玩意儿管用。效果是有，但下一轮太慢了。这个空档要是没人补上，敌人照样能冲到城根底下。不是，要不要让弓箭手补上这个空档？弓箭手准备，火铳整理的时候你们顶上。原来就是这么个铁管子，想是想得吓人，打完一轮就得停一阵。陛下，咱们人多，再往前压一压，肯定能上去。今天先撤，这一趟是来摸清这铁管子是什么货色的，底细摸清楚了，回去再想破它的法子。末将遵命。今日一战，火铳头一回上阵，诸位都说说，这东西到底怎么样？陛下，那火铳确实好，可一轮打完之后再准备下一轮太慢，敌骑冲上来的功夫，第二轮未必跟得上。今日打乱的只是前排，这点压制真到大军压境时未必够用。话不能这么说，隔着远处一声响就能压住前排，这是弓箭比得了的。他们是来探底线的，摸清楚了，下回就不怕了。你这老头净长他人志气。都别吵了，国师，你自己怎么看？诸位说的毛病确实存在，准备慢，距离还不够远，压制有限，火铳眼下只能算个雏形，离真正管用还差得远。不过诸位想想，半个月前咱们连个响都造不出来，现在已经能隔着远处打中目标。接下来我打算造个更厉害的家伙。更厉害的，说来听听，是什么东西？比火铳更大更重，打出去的不再是小弹丸，而是沉重铁球。这东西叫炮。大铁球，那一炮轰出去，岂不是能把一片骑兵阵都砸乱？不止，还能轰营寨、压战线，隔着更远就能开打，守城攻城都用得上。国师说的倒是轻巧，这么大的东西要多少铁，要多少材料，造出来又得要多少时日？需要的东西确实很多，但不试一试，永远不知道行不行。国师，你先把需要的东西列个单子出来，明日早朝再议。臣遵旨。报！北燕主力8万铁骑已过双河，拓跋烈亲自领军，最快7日兵临城下。还有，西戎在西境也开始陈兵，看样子是要跟北燕一块动手。8万铁骑，拓跋烈亲自来，这是要跟咱们彻底压上了。陛下，8万铁骑硬拼是拼不过的，依老臣之见，不如割让双河以北3城，在线上碎币，或可换得1年安稳。丞相所言极是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啊。陛下三思，眼下实在不是硬撑的时候。割地求和，你们就知道割地求和。去年北燕来犯，你们说忍；前年西戎闹边，你们说让。朕忍到今日，让到今日，结果呢？敌人离京城只剩7日的距离了，再让下去，是不是要把朕这把龙椅也让出去？陛下，7天时间确实紧，但不是什么都干不了。国师有什么想法，说出来听听。臣想集中所有人手和材料，7天之内，先造出一门重型守城器械，哪怕只有1门，只要能响能打，就能让拓跋烈重新掂量代价。对，有1门炮架在城头，北燕骑兵也得掂量掂量。7天造1门炮，国师，这能来得及吗？来得及来不及，得试了才知道。但总比坐在这儿等着城破强。好，这一回朕不让了。国师，放手去干，你要什么朕给什么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陛下您看，炮管要做的厚实，后半截尤其要稳，因为那边承受的力最大。前端要规整，这样打出去时方向才更稳。底下还要有个稳当的架台，架在城条上才压得住。国师，照这架势看，这1门炮怕是比1头牛还要沉吧？守城用的不需要搬来搬去，沉一点反而好，架在城台上才稳。好，就照这个造。国师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朕全力配合。图画的再好看，没有材料也是白搭。徐大人，工部库房里还剩多少铁料铜料？得去库房盘一盘才知道准数。国师要不跟我走一趟？陛下，臣先去库房看看材料。去吧，有什么缺的立刻来找朕。这堆是上个月进的铁，这堆是去年剩的铜。国师，铁料铜料全加在一块儿，撑死也就够造2门炮。2门太少了，8万铁骑压上来，2炮轰下去，连个水花都不见。城里能蒸的铁，前阵子做火铳时就搜的差不多了。要从矿上炼新料，少说得1个月，7天根本来不及。铜，宫里那些祭祖用的礼器，大鼎、铜钟、香炉，哪一件不是上好的铜料？国师，
您不会是想打那些东西的主意吧？那可都是宗庙里祭天祭祖用的，动了那些东西，御史台能把奏本堆成山。我知道这事难办，但眼下材料不够，这是唯一能凑出同料的办法。这件事我得亲自去跟陛下谈。那我陪国师一块儿去。你留下来，把库房里的材料再仔细点一遍，我自己去见陛下。陛下，这些鼎是祭祖镇国的圣物，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。动了这些东西，大晋的根基就动了。国可危，礼不可废。一个外来的，懂什么叫祖宗礼法？苏丞相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这些鼎传了几百年，确实不该轻易动。但是，我想请教丞相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祖宗当年留下这些鼎，是想让后人守着他们等山河破碎，还是想让后人用一切办法把大晋保住？丞相，我不是要毁掉这些东西，我是想让他们换一种方式继续保护大晋。这些铜化成炮，架在城头上，他们就能挡住8万铁骑。等仗打完了，咱们可以重新筑，筑得比原来还大，还好看。但要是国没了，城破了，这些鼎落到北燕人手里，被他们拉回草原熔成刀枪，那才是真的糟蹋了祖宗的心血。丞相，国师，你们2个都说完了没有？丞相说的是祖宗礼法，国师说的是眼前危机，两边都有道理。这件事，朕得再想一想，明日早朝给你们一个答复。臣等告退。父亲，咱们先回去吧。丞相，朕登基3个月了，这3个月里，国库空了，边军败了，敌人打到了京城门口。朕没有祖宗的盛世家底，也没有时间慢慢来。丞相，你跟了先帝30年，应该比朕更清楚，眼下大晋是个什么局面。那些鼎，容了吧。陛下，三思啊！那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东西啊！老臣求陛下再想一想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丞相，起来说话。朕知道你是为了大晋好，朕不怪你。丞相，等这一仗打完，朕亲自下旨重铸这些礼器，一件不少，比原来的还要大，还要好。老臣遵旨。传朕旨意，宗庙礼器即刻送往工部，交由国师全权处置。奴才遵旨，这就去办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，7日之内一定把炮造出来。国师，你赢了。这些鼎在宗庙里摆了300年，今天全归你了。苏公子，这不是输赢的事。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你们苏家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他们对大晋意味着什么。只要这一仗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补回来。国师的话我记下了，希望国师说到做到。国师，苏公子这是还在生气呢，换了谁都会难受。走吧，咱们去工坊盯着，时间不等人。国师，我有个事儿想不明白，铜比铁软，拿来做炮管的话，真能撑得住那股劲儿吗？许大人问到点子上了，铜比铁软，这确实是个问题，所以这门炮必须做得厚，做得稳。那这炮得有多沉？照这架势算下来，这一门炮少说也得重得吓人。这么沉，那得多少人才抬得动啊？老周，辛苦你们了。这炮是守城用的，架到城墙上就不用再搬了，沉一点反而稳当。弟兄们，咱们开始吧。都打起精神来，动手！老周，你过来看看这儿。这几个地方接缝太明显，浇筑的时候没有完全融到一起。国师说的对，这条缝确实有点深，手指一摸就能摸出来。这种接缝是隐患，受力不均区的时候，这里容易出问题。
内壁也不够平整，粗糙处太多，铁球从这里面出去会偏，严重的话还可能卡住。那国师，你给句实话，这门炮到底能不能用？能不能用，得拉出去试一下才知道。不过你们都做好准备，第一门炮很可能会出大问题。国师，你应该不会又让我去点火吧？上回点火铳，我差点没被吓死。小锤，放心，这回离得更远。听令做完就躲到墙后面。国师，我这辈子的胆子都快被您吓没了，晚上做梦都是那几声响。少废话，国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放心，我会先确保你的安全，也会奏明陛下为你请赏。明天一早拉到城外去试炮，成不成就看这一下了。听好了，点完就往我这边跑，跑的时候别回头看，一口气跑到土墙后面趴下。国师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。我是不是没事？我胳膊腿还在吗？在呢，在呢，一根毛都没少。你小子命硬。小锤，没事，一根毛都没伤着。你先在这儿歇会儿，喘口气。国师，我刚才腿都软了，是被吹过来的。果然是接缝的问题。你们看这儿，裂纹就是从接缝开始的。这地方最薄弱，当然先裂。不过这是好事，知道问题在哪儿就好办了。国师，我今天正好来工部办事，听见响就过来看看。炸成这样，还能继续做去吗？苏公子，当然能继续。每出一次问题，就知道下一步该改哪儿。你看这个裂口，告诉我接缝处要加固。下一门炮把这儿改了，就算还出问题，也不会从这儿出问题。一步一步来，总能做成。老周，你过来看，接缝这个位置要改。原来薄弱处太集中，现在要把受力分散开。国师，这样的话，外头是不是还得再加几道库？对，外头也要加固住。就算里头有小裂纹，外头也能兜住。许大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几天没睡觉了？3天，也许是4天，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。事情太多，躺下了也睡不着。许大人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去睡觉，这是命令。可是明天还有……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你要是累倒了，工部这边谁来协调？现在去睡，把精神养足。后面还有硬仗要打。那国师，您自己也早点歇着，别熬太晚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走吧。老周他们这边我盯着，你放心。国师，您自己也2天没合眼了吧？老周，等炮造出来，我睡他3天3夜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来，咱们接着干。国师，我这边准备好了，您说点就点。小锤，好样的，点完就往这边跑，注意脚下别绊着摔了。好，没炸！你们快过来看，接缝是裂了，但是外头的铁环把它兜住了，没让它整个炸开。总算有进步了，这回至少没炸成一堆碎片。国师，下一门炮怎么改？接缝的地方还得继续加厚，外头的铁环也要再加，让它兜得更牢。还有个问题，铁球卡在里头没打出去，说明里面还是不够顺，得继续精修。国师说的对，这球确实卡住了，这地方还得再精修。没炸就好，没炸就好，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第3回了，我现在都习惯了。别大意，点完还是赶紧跑。打出去了，这是好消息，但是飞得太近了，连石墙都没够着。铁球在里面被卡了一下才出来，那股劲儿被卸掉大半，所以飞不远。内膛还是不够顺。老周，里面必须磨得更顺。铁球从里头出去的时候，不能被坑洼拦住。国师，这活我懂，就是费时间。一门炮磨下来，少说也得熬上好久。我知道这活累人，咱们分组轮会着来，别把人累垮了。累过头了手抖，反而耽误事儿。国师放心，咱们轮班干，保证把这炮磨出来。报，国师，北燕主力已经过了青州，距离京城不足200里，按他们的速度，最快3日就能到城下。3天，国师，咱们来得及吗？ 3天时间，
够用。许大人，你别慌，慌了容易出错。弟兄们，你们都听见了，北燕人3天后就到，但是咱们不用怕，炮已经能打响了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3天时间完成2门炮的最后精修，1门上城，1门备用。国师放心，咱们就是不睡觉也要把炮给您磨出来。不用不睡觉，该歇就歇，手要稳，累过头了反而磨不好。听我的，轮班干。是。国师，光了，里头跟镜子似的，一点毛刺都没有了。成了，老周，你们这帮人是真有本事，2天2夜硬是磨出来了。炮弹也准备好了，一共12发，都是新出的，分量够，表面也稳，能用。走，趁天还没亮，咱们去试一炮。国师，我点了啊。打中了，300步正中，没炸，炮身一点事都没有。国师，成了，成了，真成了，老汉这辈子值了。国师，12笔炮弹够用吗？不知道，但总比没有强。国师，明日城头，我想跟你一起。苏公子，城头上刀枪无眼，你确定？我苏家3代弑君之路，不能躲在后面。好，明日城头见。8万铁骑全来了，拓跋烈这是要跟咱们拼命。大晋皇帝听着，我家陛下有令，若此刻开城献降，可留宗室性命；若执迷不悟，城破之日，后果自负。回去告诉拓跋烈，朕在这里，让他来取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，大晋皇帝说让您去取他的命。好，好得很，有种，那就让他看看本王是怎么取他命的。全军听令，攻城！国师，打吗？准备好了，点火！那是什么东西？比惊雷还厉害！陛下，那东西隔着这么远都能打过来，咱们的弓箭根本够不着他。继续冲！他们就1门炮，打一下就得停。趁他们准备下一发的时候冲上去！都给我冲！谁敢后退，军法处置！快点，快点！他们冲上来了！好了！点火！第3次，继续！不行，炮身太烫了，再打需要出事。国师，我让人打了水来，先压一压温度。可以了，继续打。炮架裂了，木头扛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国师，我找了些东西来，先塞进去顶住试试。能顶一阵子，继续打。国师，炮弹只剩最后一发了，您看还打不打？许大人，你看那面旗，那是拓跋烈的帅旗，最后这一发，我要打他。那么远，能打中吗？试试看，打中了最好，打不中也能吓他一跳。就是这个角度。小锤，点火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，别乱！陛下，撤吧！再不撤，弟兄们就全散了！撤！全军撤退！赢了，咱们赢了！打跑了！8万铁骑，真让
咱们给打跑了。老子活了50年，头一回见这长相。炮管裂了，国师，这炮还能用吗？不能了，再打一发就撑不住了，而且炮弹也用完了，一发都没剩。今天能守住是运气好，下次北燕再来就不一定了。国师，朕没有看错人，今天这一仗，朕会记一辈子，大晋也会记一辈子。陛下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朕知道，但至少今天咱们赢了。这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东西是什么做的？回陛下，这残片像是金属所制，里头似乎还掺了别的东西，像是那种爆响之物留下的残余。本王问的是，那能打到300步外的东西，咱们能不能也造出来？陛下，老汉说句实话，这东西老汉从来没见过。光凭这几块残片，老汉愚钝，老汉实在看不出门罪。罢了，大晋能造的东西，北燕早晚也能造。你先下去，继续研究，什么时候有帷幕，什么时候来报。陛下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继续攻城，还是退后30里扎营？等等看。那个国师有点意思。报！西戎3万铁骑直逼河南关，河南关守军不足5000，告急文书已经送来3封了。西戎也动了，这是要跟北燕一起夹击咱们。陛下，河南关一旦失守，到时候两面受敌，大晋就真的完了。朕知道，但眼下京城这边也离不开人，北燕退了30里，随时可能卷土重来。陛下，臣有个想法。国师请讲。河阳关在西边1200里外，骑兵急行军要10天，但臣有办法，3天之内把援军送到。3天？1200里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臣没有开玩笑。臣说的不是让人走，是让机器走。国师，什么叫让机器走？机器是什么东西？丞相，您见过烧水的壶吧？水烧开了，壶盖会被蒸汽顶起来，噗噗的跳。见过，那又怎样？把这个劲儿放大很多倍，就能推动一辆车往前跑，不用马拉，不用人推，只要有水有柴火，它就能一直跑。烧水就能让车跑下来？对，这东西叫蒸汽机，车装上蒸汽机就能跑得很快，比最快的马还快。国师，老夫读了50年书，从没听说过烧水能让车跑的道理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匪夷所思了？丞相说的对，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，但火药刚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不也觉得匪夷所思吗？国师，就算这东西真能造出来，3天时间够吗？老实说，我不敢打包票，但如果不是，河南关一定守不住。试一试，至少还有希。国师，朕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。陛下，请问，你有几成把握？理论上可行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火药的。你们都听着，国师说会响的东西响了，说能打仗的东西打赢了。他说烧水能让车跑，那就能跑。传朕旨意，全国铁匠、铜匠、木匠全部招之入国师调遣，听从宫旗外言断，谁扰国师，重责不贷。臣等遵旨。第3次，继续。不行，炮身太烫了，再打需要出事。国师，我让人打了水来，先压一压温度。可以了，继续打。炮架裂了，木头扛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国师，我找了些东西来，先塞进去顶住试试。能顶一阵子，继续打。国师，炮弹只剩最后一发了，您看还打不打？许大人，你看那面旗，那是拓跋烈的帅旗，最后这一发，我要打他。那么远，能打中吗？试试看，打中了最好，打不中也能吓他一跳。就是这个角度。小锤，点火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，别乱！陛下，撤吧！再不撤，陛下，臣还有一件事想问。什么事？臣是说，如果这东西最后没造出来，陛下打算怎么办？那就跟北燕人拼了。朕是大晋的皇帝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京城。国师，这一坨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是车还是锅还是炮？许大人，你看，这个圆的是锅炉，烧水用的。水烧开了变成蒸汽，蒸汽从这边出去，推动这里来回动。这一部分连着杆子，杆子再连着轮子，
它动轮子就转，轮子一转，整辆车就能往前跑。国师，老汉我干了30年铁匠活，这东西我是真看不懂，您就直接告诉我要打什么，我照着打就是了。老周，最难的就是这个锅炉，它得扛得住高温高压，还不能漏气。只要一漏气，蒸汽跑了，车就跑不动了。那这锅炉用什么做？铜还是铁？铁，铜太软，扛不住压力。用厚铁板做，结合处一定要严实，不能有一点空隙。这像铁板用不牢就行，要是嫌月费接不牢，一拆开就得漏。我知道难，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锅炉要是造不出来，后面的东西全都是白搭。弟兄们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东西比大炮还难造，可能要试很多次才能成，但只要造出来，大晋就有救了。国师放心，老汉我豁出去了，干！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先从锅炉开始，分3组同时干，谁先把它弄成，重重有赏。是。国师，不行，这缝还是漏。您听，细细想着，气从里头往外跑呢。焊缝还是不够严实，得想别的办法堵住。国师，要不用布条塞一塞？不行，一烧就坏了，得找一种有弹性、能密封、还耐高温的东西。国师，老汉想起一个事儿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什么事？你说。老汉以前补漏锅的时候用过猪皮，猪皮泡水之后又软又黏，塞到缝里头干了就堵死了，还有点弹性，不知道扛住高温，但堵缝确实好使。泡过水之后会发胀，正好把缝隙填满。高温的事，先试了再说。许大人，派人去城里收猪皮，越多越好。猪皮收多少？先收500张，不够再加。我这就去办。这是干啥呢？工部要猪皮干啥？听说是国师要的，也不知道要干啥。国师这是在做大事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搞什么鬼？好了，老周，点火试试。不漏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真不漏了，猪皮管用。国师，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连猪皮都能想到？这是老周想到的，功劳是他的。老周，多亏了你。国师客气了，老汉就是撞上了好点子。锅炉的问题解决了，下一步是活塞。许大人，咱们继续干。国师，猪皮是好使了，可这齿轮不成啊！蒸汽一推，活塞往前顶，齿轮转不了2锤就咔嚓崩了。齿形不对，受力全集中在齿根上了，铁再硬也扛不住。齿轮的形状得改，根部加粗，顶部削尖，这样受力能分散开，不会全挤在一个点上。国师，您这是一晚上没睡，又在算这个？睡什么睡？齿轮不解决，车跑不起来。国师，您知道什么叫睡觉吗？人不睡觉是会垮的。和年关的守军比我更需要睡觉，他们在城墙上扛着西戎人的刀枪呢。我这儿熬2个晚上算什么？国师，听说弟兄们连日赶工，我特地从家里带了坛好酒来，给大伙儿提提神。国师，您怎么盯着酒坛子发呆？苏公子，这坛子是陶做的吧？对啊，酒坛子不都是陶做的吗？我有个想法，陶比铁脆，齿轮的齿面上如果包一层陶，会不会更耐用？包在铁上，这能行吗？试试才知道。苏公子，这坛酒我收下了，回头请你喝更好的。我是送酒来的，怎么变成送坛子了？国师，河童关告急，城墙西北角被西戎人攻破了一个口子，守军正在拼力抵抗。攻破了？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守军伤亡惨重，郭将军说最多再撑3天。老周，齿轮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，刚烧出来的，还热着呢。好，装上去试试。所有人都退到10步开外，锅炉要是出问题，离得近就危险。国师，指针在动了，还不够，再等等。下火，把阀门打开。动了，它动了！没有马了，它启动了！国师，成了！
这玩意儿真能跑，咱们可以去救河南关了。还不行，这车现在就是个铁架子，跑是能跑，可上了战场什么都干不了。那还差什么？第一，要装甲，不然敌人一箭就能把锅炉打坏；第二，要炮位，车上得能架炮；第三，要储煤储水的地方，不然跑不了多远就得停下来。国师，这些东西都加上，车不就更沉了吗？跑得动吗？老周，你带人去改，再加外面层包铁皮，顶上开个口子当炮窗，侧面再装几个架子，用来放备用防御器使。国师，喝杯水吧，您又站了一宿了。河南关还能撑几天？探马说最多2天了。那咱们就得在1天之内把它弄完。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！明天天亮之前，这车必须能上路。是。国师，您看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。别看热闹，给我盯着压力表，指针要是往下掉，就赶紧加煤。国师，咱们这速度比骑兵快多少？至少快3倍。骑兵跑10天的路，咱们3天就能到。3天？那和尚关能撑到咱们去吗？国师，那就是河阳关，城墙都坏了一大块。西戎人已经逼近城关，咱们来的正是时候。小锤，把炮位准备好。许大人，加满煤，咱们冲过去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自己会跑？是车，可没有马拉呀！它怎么动的？国师，他们慢下来了。别停，给守军争时间。西戎人跑了，成了，成了！给守军争出时间了。赢了，赢了，咱们赢了！弟兄们，给我追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国师，你没事吧？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没事，在车里颠了3天，腿有点软。国师，末将带河魂关全体将士谢国师救命之恩。郭将军，快起来，地上凉，别跪着。国师，你要是再晚来半天，河南关就守不住了，末将和弟兄们就全完了。将军不必言谢，这一仗是你们守军拿命撑下来的，我只是赶上了。国师，这车还能跑吗？回去再说吧。好，好，西境大捷，西戎3万铁骑全线溃败，河南关保住了。陛下，这都是国师的功劳。那个铁疙瘩，哦不，那个蒸汽战车，简直是神兵利器。末将听探马说，西戎人看见那东西，吓得阵脚大乱，跑都跑不稳。陛下，国师功勋卓著，实乃我大晋栋梁。老臣斗胆，请陛下为国师加封。丞相，这没听错吧？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朕记得国师刚来的时候，你还喊着要严办。老臣以前有眼无珠，如今知错了。陛下圣明，臣等附议。国师还在河源关呢，人都没回来，封什么封？等他回京了再说不迟。传朕旨意，让国师尽快回京，朕有要事与他商议。奴才遵旨，这就去办。国师，这车还能跑吗？我看这裂缝像是随时要断的样子。左轮轴裂了，传动齿轮也磨得很厉害，再跑一段路，这车就撑不住了。陛下，这些都是从西戎战场上捡回来的那个铁怪物身上掉下来的。军师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会自己跑？臣问过几个逃回来的西戎人，他们说那东西浑身冒白烟，跑起来轰隆隆响。依臣看，它是用蒸汽推动的。蒸汽？烧水冒出来的那个蒸汽？正是，水烧开了会冒气，气有股劲儿。那个国师把这股劲儿放大了，再用它来推动车轮，烧水就能让车跑。这柳墨寒到底是什么来？陛下莫急，这东西虽厉害，却不是没法对付。什么弱点？你快说。第一，车轮，那东西再快也靠轮子跑。第二，
锅炉一旦受损，蒸汽泄出去，车就动不了。第三，燃料，没有柴煤和水，它就是一堆死铁。好，军师说得好，传令下去，从今往后不许正面硬冲，设障碍，分散阵型，别让那铁车痛快跑起来，跟他们耗。还有，大金能造炮，咱北燕也能造，命工匠加紧研究，臣遵旨。本帅倒要看看，他柳墨寒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。国师，西境大捷，全赖国师之功，朕敬你一杯。陛下过奖了，这一仗是将士们用命打下来的，臣不敢屈服。国师谦虚了，老夫也敬国师一杯，感谢国师为大晋所做的一切。拓跋烈不会善罢甘休，国师觉得北燕会怎么做？陛下，臣有个担心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国师但说无妨。蒸汽战车的弱点已经暴露了，北燕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他，而且他们也会学着造火炮。国师的意思是，北燕会有火炮？火炮的道理一旦被他们摸到，他们迟早会仿出来。到时候这场仗就不是我们单方面压着他们打了。报！北燕重整旗鼓，拓跋烈在军中誓师，说要为西蜀报仇。还有呢？而且他们也造出了火炮，臣亲眼看见的，少说也有30门。国师，您之前说的应验了，北燕真的有火炮了，你有何对策？我需要看清敌人的部署。怎么看？派赤回过去吗？赤回靠不了太近，我需要能看得更远的东西。国师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陛下，臣想造一个能飞上天的东西。国师，您这画的是什么？2个圈连在一起。这东西叫望远镜，能把远处的东西拉到眼前来看。把远处的东西拉到眼前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看这2个圈，一个外骨，一个内凹，光从一边进去，再从另一边出来，经过变化，远处的东西看起来就变大了。国师，您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这2个圈是用什么做的？需要2片透明的镜片，一凸一凹。在我那个地方，这东西叫玻璃。玻璃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透明的石头。石头怎么能透明？石头不都是灰的黑的吗？烧，把最细的沙子和几样材料混在一起，高温烧透，就可能烧成透明的。烧沙子，沙子能烧成透明的？老汉活了50年，从没听过这种事儿。能，但需要很高的温度。老周，咱们工部的炉子能烧到什么程度？老汉也说不准，反正铁都能化成水。那可能还不够，得想办法再往上提。国师，您说的这些我是真听不懂，您就告诉我需要我干什么，我照着做就是了。徐大人，你去给我找沙子，要最细最白的那种，还有找些草木灰来，越多越好。沙子和草木灰，我这就去找。玻璃就算烧出来了，怎么磨成枯镜和凹镜又是个问题。国师，这透明的石头真能让人看到远处？能，而且能看得很清楚。有了这东西，北燕人在干什么，咱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见。那么远都能看见，那可比鹰眼还厉害呀！老周，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又要开始折腾了。国师，您说干啥就干啥，老汉跟着您干了这么久，早就习惯了。就是这种，越白越细越好，杂质越少，烧出来越透明。国师，您说这沙子能烧成透明石头？老汉活了50年，真没听过这种事儿。老周说，国师说能烧就能烧，您不也不信？国师，草木灰弄来了，整整100斤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回作坊烧第1炉。国师，烧了快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是一堆沙子？温度还是不够，沙子的熔点太高了，普通炉子烧不化。老周，把风向加大，再往炉子底下加一层炭，我要把温度再往上提。化了，开始化了，真的化了，沙子变成糊糊了。不行，杂质太多了，里面全是气泡，根本不透明。那怎么办？重来，把沙子再筛一遍，草木灰也得提纯，杂质太多，烧不出好东西。国师您快看，这块能透光，能聚光，这块的纯度比别的高，所以能透光。方向对了，继续烧，把杂质全取掉，就能烧出透明的玻璃。成了，这2片都能用。看见了，看见什么了？你自己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城墙上的旗子我都看见了，连旗面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国师，这个还简陋，只能看个3、5里。要是镜片再大一点，磨得再精细一点，看10里、20里都没问题。3、5里，站在城头上就能看到敌人在干什么？对，有了这东西，北燕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住咱们了。国师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北燕的营地在10里之外，我看见他们的炮了，一排一排摆着，少说有40、50门。这么多炮，他们哪来的这么多桶？不知道，但数量是咱们的5倍。正面对轰的话，咱们撑不了多久。那怎么办？国师可有对策？陛下，臣有个想法，但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什么想法？
从天上打他们。他们的炮太多了，咱们打1发，他们能打5发，这么耗下去撑不住。国师，城墙西北角被轰塌了一个大口子，足足有2丈宽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城门都保不住了。国师，咱们的炮弹也快用完了，库房里只剩最后20发，快打完没了，先撤回来，别打了，把炮弹留着。国师，这画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上头摇圆的，下边方的，我看不明白。这东西叫热气球，能载着人飞上天去。飞上天？国师，人怎么能飞上天？您是不是在跟末将说笑？我没有说笑，这是真的。热空气比冷空气轻，会往上飘。把热空气灌进这个大袋子里，袋子就会飘起来，底下掉一个篮子子里，就能跟着飘上天。国师，这听着也太玄乎了，真能成吗？成不成，做出来试试就知道了。飞上天之后，带着战场资源逃弹，从高处压制北燕大营，他们的炮再多也够不着天上。要是真能从天上往下打，那北燕人岂不是只能干挨揍？所以我得回去赶紧做。赵将军，城墙这边交给你，撑住3天，3天之后我带东西回来。国师放心，就算咬着牙，末将也给您撑3天。将军，这3天能少死人就少死人，保存实力，后面还有硬仗要打。国师，老夫没有听错吧？您刚才说的是人能飞上天去？丞相大人没有听错，热空气比冷空气轻，会自己往上飘。只要这个袋子够大，热气够多，就能把人一起带上天去。这个说法，老夫活了60年，从未听过，实在是太匪夷所思。丞相大人，这个事儿我倒是听明白了。热馒头刚出锅的时候会冒白气，那股白气是往上差不多的，往车的肉呢就跟灌满热气，人坐在大馒头底下吊着，就能跟着一块飘上天去。老周，你这个比喻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哼，大馒头带人上天，这个比喻倒是挺形象的，朕一下子就听懂了。国师，你跟朕说说，做这个东西需要什么材料？一共需要3样东西。第1样是丝绸，要清密实，越多越好。第2样是竹子，劈成细条做骨架用。第3样是油布，拿来做底下吊着的篮。丝绸的事，我来想办法解决。宫里头那些礼服朝服堆了好几库房，打仗的时候反正也穿不上，拆了做气球正好派上用场。你这个逆子，那些衣服可都是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。父亲，上回容那些铜鼎铸大炮的时候，您不也心疼的睡不着觉吗？后来怎么样了？炮制出来了，仗也打赢了，祖宗泉下有知，只会替咱们高兴。苏公子这话说得好，有担当。朕准了，那些丝绸衣服全拆了，给国师用。多谢苏公子，材料齐了，我马上开工，3天之内一定把东西做出来。再加把火，让它飘起来！又漏了，这是第几个了？缝合的地方裂开了，针脚不够密，接缝要更密，缝完还要再封严，不然热气全跑了。重新做，这回仔细点。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烧了！火源离球囊太近了，要加隔热层。飘走了，真飘走了！得加导向绳，还要能控制方向，不然飘到哪去都不知道。国师，就算能飘起来，谁上去？国师，你应该不会又想让我……小锤，你跑得快，胆子大，这活非你莫属。我恐高。国师，您不能上去，这东西头一回飞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下来。你要是出了事，大晋怎么办？这东西是我设计的，我最清楚怎么操作，让别人上去我不放心。国师，朕不准你上去，你是大晋的国师，不是冲锋陷阵的小卒。国师，让我上去。国师，这气球是我亲手做的，每一根绳子怎么绑的我都记得，我上去最合适。小锤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这东西从来没人飞过，上去了不一定能下来。国师，我知道，可您得留着指挥打仗。您要是出了事，小锤，你的命同样金贵，不是用来牺牲的。我就是个打铁的，真要有个万一，也比让您去冒险强。您是主帅，您的命比我金贵，这热气球我熟，我去最合适。小锤，记住，任何人的命都不是可以随便牺牲的，你的命同样重要。国师，我不是去送死，我是去立功的。您不是说过吗？热空气往上飘，拉绳子放气就能下来，我记着呢。国师，我活了25年，打了这么多年铁，从来没干过什么大事。今天让我上去，打完这一仗，我小锤就是大晋的功臣，我爹我娘脸上有光。小锤，你听好，飞到北燕大营上空，对准帅房投下战场支援投弹，投完就拉红绳子放气，慢慢降下来。风是东南风，会把你吹回城墙这边，我在这儿接你。万一出了意外，你家在哪儿？这是工部令牌，持此令可调动全城物资，投放点已标注，务必精准。返航时认准东南风向，
我在城墙上等你。城南铁匠铺，我爹叫周大壮，我娘腿脚不好，走路要拄拐。我记住了。但是小锤，你给我活着回来，你爹娘还等着你回家吃饭，我不想去见他们。国师您放心，我小锤命硬，阎王爷不收。国师，要是我真回不来，您给我立块碑，就刻7个字：大晋第一个飞天的人。不用立碑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亲手给你打一块金牌挂脖子上。都看着，看我小锤怎么从天上打退北燕！国师说了，投完就拉红绳子，风会把我吹回去。国师在城墙上等我。我叫小锤，城南铁匠铺的小锤。今天我从天上打你们！国师，我投完了，我这就回来。回去吃饭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天上怎么会有人？陛下，快走！粮车那边也乱了。撤！全军撤退！下来了，我这边飘过来了。国师，一坛没剩。国师，您说的金牌还算不算数？算数，我亲手给你打一块，刻上你的名字。大晋第一个飞天的英雄，周小锤。国师，这一仗咱们赢了，彻底赢了。小锤，等仗打完了，我带你回家，让你爹妈看看，他们儿子是英雄。国师，那您可得帮我跟我爹说说，让他别老骂我打铁不用心了。我现在是飞天的英雄了。柳墨寒、周小锤上前听旨。臣柳墨寒接旨。草民周小锤接旨。柳墨寒自天而降，辅佐朕宫，为大晋造火药、铸火炮、制战车、造热气球，屡建奇功。今加封为镇国科圣，被同亲王，赐良田千顷，黄金万两，京城府邸一座。陛下圣明，国师功高盖世。周小锤，你驾驶热气球深入敌营，扰乱北燕粮草辎重，胆识过人，今封你为工部6品将官，赐白银1000两，京城宅院一处。陛下，草民没听错吧？6品官，我一个打铁的也能当官？你现在不是打铁的了，你是大晋第一个飞上天的人，是朕亲封的将官，以后工部的工匠都归你管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得高兴的背过气去。陛下，良田、黄金、府邸，臣都不要。国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的赏赐那是天大的恩典，这您怎么能不要呢？丞相大人别急，臣不是不要赏赐，臣是想跟陛下换一样东西。哦，国师想换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刘墨寒，你莫要得寸进尺，陛下天恩，你竟……臣想要3样东西：第一，扩建工部，把作坊从3个扩成30个；第二，多招工匠，铁匠、木匠、石匠，会识字算术的优先；第三，建一所学堂，专门教工匠们读书识字、学算术、学格物之道。国师，老夫活了60年，头一回见不要金银要作坊的。您这脑子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？爹，国师脑子里装的是咱们大晋的100年手艺啊！金银总有耗尽之日，但作坊与工匠却能源源不断创造价值。大晋的未来不该寄于一人，而应是成百上千懂技术的匠人。父亲，国师爱的不是金子银子，他爱的是那些能轰鸣、能冒烟的东西。苏公子说的没错，金银用完就没了，可作坊和工匠能一直造东西。大晋要想长久强盛下去，不能光靠臣一个人，得人成百上千个会造火炮、造战车、造热气球的人。好，说得好，朕准了，准了。工部扩建3倍，经费翻2掺。臣替天下万千工匠谢主隆恩。国师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跟着您干了？对，以后你就是工部的将官了，跟着我一起干。
咱们要造的东西多着呢，火枪、蒸汽机、火车。火车能吃吗？不能吃，但是比吃的还厉害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国师，您这一上午写了这么多，手不酸吗？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技术资料。把这一年我做过的东西全写下来，火药怎么安全使用，火炮怎么维护，热气球怎么飞，一样一样全记清楚。国师，您把这些东西全写下来做什么？您脑子里都记着呢，用得着费这个劲儿吗？技术不能只留在自己脑子里，我既然能从天上来，也可能有一天会离开。徐大人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说我是从哪儿来的？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这事儿全京城都知道。对，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说不定哪天还会回去。这些东西不能只装在我一个人脑子里，万一我走了，你们总得有人会走。国师，您别说这种话，您怎么会走呢？陛下离不开您，大晋也离不开您啊。徐大人，我说句实在话，大晋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我在的时候能造火炮，我走了呢，总不能让这些技术跟着我一块没了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学，先从最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学起。你学会了，再交给小锤他们，一个传一个，传下去。国师，这上面画的圈圈叉叉是什么意思？还有这个弯弯女婿的符号，我一个都看不懂。这个代表两个数合在一起，这个代表从一个数里拿走另一个数。比大晋的算术好用多了，算起来又快又准。就这么一横一竖就是加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对，就是要简单，简单才好学，才能传下去。来，我一个一个教你。国师，听说您在教许大人什么数学物理，我也想跟着学。苏公子，你是丞相的儿子，正经的读书人，学这些奇迹格物的东西做什么？以前我觉得您是个妖人，会妖法，后来觉得您是个怪人，脑子里装的东西跟常人不一样。现在我想弄明白，您那套相信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您造的东西能想能飞，能打败北燕10万大军？行，苏公子，那我问你，你学这个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当官升职，还是真想弄明白这里头的道理？我就想弄明白，为什么火药能响，为什么热气球能飞上天？我爹说这是妖法，我不信，我觉得这里头有道理。我想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。行，那就一起学。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，我讲课不讲什么圣人之道四书五香，只讲怎么让东西更稳定，跑得更快，飞得更高。没问题，我就是想学那个圣人之道，我学了20年，早就学腻了。国师，我也要学。我虽然不识几个字，但我学东西快，您教什么我都能记住。好，那咱们开始上课。第一课，什么是力？你们看，这个圆是一块石头，这条线是你推它的力，力越大，石头滚得越远，这就是力的作用。陛下，小人从西域来，带来一个消息，海的那边有一个叫海西诸国的势力正在往东边扩张。海西诸国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小人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，只知道他们有很大很大的船，能装几百人，还有很厉害的远程火器，比大晋的火铳打得更远，还能连续射击。连续射击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小人也没亲眼见过，但听说他们已经吞并了好几个小岛国，正在往咱们这边来。陛下，臣有话说。国师请讲。臣从天上来，见过很多东西，海西诸国的船和炮，臣知道是什么。
他们的技术可能比大晋现在的水平还要高一些。如果他们真的打过来，只靠陆军是挡不住的。那怎么办？国师可有对策？陛下，大晋必须建立海军。海军？咱们大晋从来没有过海军啊！正因为没有，所以要建。不只是几条船，是一整支舰队，能出海作战的舰队。北燕和西戎是晋忧，海西诸国是远虑。晋忧已经解决了，远虑也得开始准备。大晋要想长久不败，就不能只守着这一块地，得走出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国师，你说的这些，朕从来没想过，但朕信你。你说要建海军，那就建。传朕旨意，命工部着手研制战船，命沿海各州府召集水手。大晋的海军要在3年之内成军。臣等遵旨。星辰大海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国师，您这画的是战船，这么大一艘，得用多少木头啊？战船是要造的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造船之前，得先把码头和路修好。啊，修路？国师，修路跟造船有什么关系啊？木料从山上砍下来，得运到海边；铁剑从矿上炼出来，也得运到海边。路不好走，牛车颠一路，东西还没到就散架了。所以得先修一条又平又硬的路，从京城一直通到海边。国师，修路不就是铺石板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找几百号人去铺就是了。石板路不行，一下雨就滑，牛车陷进泥里，拔都拔不出来。我要修的路，得用一种特殊的材料，这东西叫水泥，用石头和粘土烧成粉，再和水搅在一起，倒在地上，干了就能变得像石头一样硬。国师，您这说的是泥巴加水吧？泥巴加水不就是稀泥吗？我小时候玩泥巴，干了一捏就碎。泥巴能变成石头，这也太邪乎了吧！国师不会是在逗咱们玩吧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是石头和粘土烧出来的粉。这两样东西混到一块儿，加水之后会发生变化，干了之后比石头还硬。国师，您说的这个水泥以前从来没人做过，能成吗？徐大人，火药以前也没人做过，火炮以前也没人做过，蒸汽机以前也没人做过，哪一样不是咱们做出来的？国师说的对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就开始。老周，你带人去找石料和粘土，越多越好。小锤，你去砌一座新窑，要比炼铁的窑还大。又是我。是。国师，第一炉烧出来了，您看看成不成？不行，太酥了，一碰就碎。石料和粘土的分量不对，石料放多了。石料减一些，粘土加一些，重新烧一炉。大伙儿都动起来！按烧。国师，第2炉出来了。太粘了，还没干就粘成一坨，这样倒出去还没铺平就凝住了，没法用。国师，这回又是哪不对？粘土放多了，得捡回去。还有，烧的时间不够长，里头没烧透。老周，粘土捡一些，烧的时间再加长，继续。国师，您看这回石料还是重了些，干的时候收缩太厉害，裂成这样没法用。国师，咱们都烧3炉了，1炉都没成，这水泥到底能不能做出来啊？当年火铳炼制，失败了17次才成，这点挫折算不得什么。小锤，你忘了火铳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失败了多少回才成功的？好像失败了7、8次吧，我差点被吓得魂都没了。当初火铳炼制失败了不下100次，但最终我们还是成了。所以别急，继续试，把上几回的数据全记下来，每回改一点，总能摸到对的办法。国师，这回您再看看，硬度够了，没裂缝，表面也光滑。老周，这回成了，成了，总算成了。
这7天老汉的眉毛都快愁掉了。国师，这东西比石头还硬啊！老周，按此方案，即刻开足马力，大批量烧制。许清远，修路之事便由你全权负责。得令。国师，这水泥路走起来太舒服了，一路颠都没颠，比官道平10倍都不止。水泥路的好处不只是平，下雨不积水，牛车不陷泥，一车木料从京城运过来，一根都不用换。国师，船坞已经建好了，木料和铁件也都运到了。您看，什么时候开始造船？现在就开始。苏公子，你看，这是第1艘战船的图纸。这船比我见过的商船大3倍，2侧这些口子是干什么用的？炮窗。战船转到侧面时，这些位置能形成一整排火力，敌船靠近就得先挨一轮。国师，这船头上的3角形铁块是干啥用的？撞角，船开足了速度，一头撞上去，能把敌人的船撞开一个大口子。国师，我有个想法。不行，我还没说呢，您怎么就知道不行？你是不是想在船头上加个龙头？国师，您怎么知道？哎，老周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每回都想加龙头。哎，火铳你想加，战车你想加，现在战船你还想加？老汉就是觉得龙头威风。这样吧，船头的撞角上可以刻个龙纹，但是不能加立体的龙头，立体的龙头会影响撞击嘴角度，撞上去容易断。刻龙纹也行，谢国师，老汉这就去安排。国师，您怎么就答应他了？老周跟了我这么久，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，就这么一个爱好，满足他一回也无妨。不对劲，这块木头软了。国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前几天还好好的。腐烂了，海边潮气重，木头吸了水就容易长霉，长霉就会烂。铁剑也锈了，海风里有盐，盐会让铁生锈，锈透了就断。木头会烂，铁剑会锈，那这船还怎么造？得想办法防腐防锈。木头的问题好办，用桐油处理。桐油？那不是点灯用的吗？桐油能隔水，把木头泡在桐油里，让油渗进木头纹路，水就进不去了。不吸水就不会长霉。我家祖上是做木器生意的，用桐油刷家具确实能防潮，但是泡木头得用多少桐油？这么大一艘船啊，怕是要把全搭进的桐油都买光。苏公子，那就买，你负责后勤，去把能收来的桐油都给我收来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那铁剑呢？铁剑怎么防锈？我们可以用漆和油在铁剑表面形成一层隔绝层，阻断水汽。话虽如此，可漆层遮住了铁剑，里头修了，外头也看不见啊。老周说的对，所以得定期检查，每隔一段时间刮开一小块，看看里头有没有锈，有锈就打磨掉，重新刷漆。您这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木头防腐，铁剑防锈，什么都懂。徐大人，我只是知道原理，具体怎么做还得靠你们。你现在学得很快，很多事情已经能自己解决了。国师过奖了，我还差得远呢。不差了，等这艘船造好，你就是大晋最懂造船的人之一。这就是战船，比朕的皇宫还要气派。陛下，这只是第1艘，后面还会有更多。今天是试航的日子，臣请陛下一同登船检阅。好，朕要亲自看看这船是怎么跑的。这船走得真稳，比朕的龙辇还……国师，你怎么皱着眉头？不高兴吗？陛下您看，咱们的船是满帆行驶，可速度还是太慢了。慢吗？朕觉得已经很快了。陛下，咱们的船靠风帆和人力划桨，顺风的时候还好，逆风或者无风的时候就跑不动了。海西诸国的船，据说比咱们的快2倍都不止。那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能让船跑得更快？有一个办法，但是很难。把蒸汽机装到船上。
蒸汽机，就是能让战车跑起来的那个东西。对，让蒸汽机带动水下的推进装置，拨开海水，船就能往前走。不管有没有风，只要有煤有水，就能一直跑。国师，蒸汽机装在车上都够难的了，装在船上，船会晃，水会漏，锅炉会不会出事？许大人说的对，这些都是问题。防水、防火、空间布局，每一样都得重新设计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但是，难不代表做不到。国师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吧。算起来，你已经3天没正经吃过饭了。蒸汽机的问题我想不通，装到船上以后吃水太深，船跑起来比乌龟还慢，可是把蒸汽机做小了，动力又不够，推不动那么大的船。我算了整整1个月了，草稿只用了3筐，还是找不到那个平衡点在哪儿。国师，你要不先歇2天，这样熬下去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。歇，不能，许大人，海信诸国可不会等咱们。探子回报说，他们的船已经在往东边开了。我得在他们到之前把蒸汽船造出来。国师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瞧您这脸跟纸一样白，眼睛底下的黑圈比锅底还黑。就算这蒸汽船一时半会儿造不出来，咱们不是还有战船吗？先凑合着用，等您想通了再说呗。凑合是凑合不过去的，海西诸国的船比咱们快2，咱们的船追不上人家，跑也跑不过人家，只能站在原地挨打。我得想办法，一定得想出办法来才行。国师啊，身子骨熬垮了可不行，风帆半船先凑合着用吧，总比没有强。凑合？对上海西诸国的坚船利炮，凑合就是让将士们去送死。陛下驾到！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朕想跟国师单独说几句话。别起来了，坐着说话就行。国师，朕问你一句话，你有多久没合眼了？好像是3天，也可能是4天，朕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。先把这碗粥喝了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陛下，臣跟您说句实话，臣遇到瓶颈了。蒸汽机装到船上的问题，臣想了整整1个月，到现在还是没想出解决的法子。臣有时候会想，是不是臣的能力就到这儿了？火药、火炮这些东西，臣以前都学过，照着脑子里的记忆做出来并不难。但是蒸汽船这东西，臣只知道个大概的原理，具体怎么做，臣也是头一回尝试。臣怕让陛下失望。国师，朕今天来可不是催你的，朕是来告诉你一句话，朕不着急。朕相信你能做到，不管要花多长时间，1年也好，2年也好，朕都等得起。朕今天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就在这陪你坐一会儿。你继续想你的，朕不打扰你。陛下，多谢您了。国师，这是大晋工部技术汇编，把这3年所有发明创造都记在里面了。安全守则、维护办法、疆业图册、攻防流程，一样都没落下。许大人，这本书是你带人整理出来的？对，整理了整整半年，把每一样东西的原理、检查办法都写清楚了。就算您不在，咱们照着这本书也能继续造东西。许大人，这3年辛苦你了。国师，您这话说的好像要走很远很远，再也不回来似的。国师，舰队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，20艘战船，3000水手，500士兵，煤和水都装满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陛下，臣要出海了。国师，朕想问你一句话。
你得老老实实回大阵。陛下，请问，臣知无不言。你就不怕这一去，再也回不来了吗？陛下，臣怕，可臣更怕有一天，海西诸国的战船开到大晋的海岸上来，而咱们对他们一无所知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朕认识的那个柳墨寒。朕在京城等你回来，等你把那边的消息带回来告诉朕。臣定不辱使命，陛下保重龙体。国师，您说这海的那边到底有什么东西？是山还是地，还是更多的海？可能有风暴，可能有暗礁，也可能有咱们从来没见过、没听过的岛和人。那咱们还往那边去？万一海上起大风，船迷了路，粮水不够可咋整？老周，你还记得我刚来那会儿吗？记得您从天上掉下来，轰一声砸碎了那个凶星盘，把大伙儿都吓得腿软，以为是妖怪下凡了呢。那时候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，想回去，想离开这个地方，觉得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。可是现在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这儿有我想守着的东西。国师，旗子做好了，您快看看行不行？行，就用这面旗。小锤，你做得好。这条路才刚刚开始。